2025年11月16日，莫斯科。当巴黎的塔拉斯克正在肆虐時，莫斯科的紅場依然籠罩在厚重的铅灰色雲層下。对於擔任裂縫間策戰戰場的尼古拉來說，這一天的清晨與往常並無二致，除了氣溫異常地跌破了俄羅斯深冬的極限，來到-50度的絕對低溫。監測熒幕上的數據跳動得令人窒息，紅場地表下的引力數值在過去的30分鐘內呈現出指數級的飆升，那種跳動節奏不像是地殼變動，更像是某種巨大的心臟在規律的搏動。長官，外圍防衛部隊發來訊息，他們說地表在呼吸。通訊員的聲音在狹窄的觀測室裡顯得格外乾澀。尼古拉猛地湊到熒幕前，透過那布滿霜花的監視器，他看到那片歷史悠久的石板路面並非像巴黎那樣被撕開，而是呈現出一種液態化的波紋，彷彿整座紅場的基石都在瞬間化成了滾燙的泥沼般似的。所有單位進入1級戒備，不要使用導彈，那裡還有歷史遺跡。該死！我說的是啟動熱成像儀。尼古拉的咆哮突然被一陣劇烈的震動打斷，那不是地震，而是整座莫斯科市的電力系統在這一刻發出了凄厲的尖叫。隨着幾聲悶響，市區的燈光突然集體熄滅，整座城市瞬間跌入了原始的黑暗。隨之而來的是一種讓骨髓結冰的低頻轟鳴，那聲音帶着一種古老且神聖的壓迫感，彷彿有什麼遠古的君主正從地底踏着冰層緩緩升起。尼古拉，你看到了什麼？通訊員的手指指着熒幕，顫抖得幾乎無法站立。只見在紅場的正中央，一個龐大的身影正緩緩穿透地表湧現，那是一具由暗綠色隕鐵鱗片覆蓋的軀體，不僅僅是一個頭顱，而是由數個巨大的舌頭交織而成的怪物。鱗片間流竄着藍紫色的電弧，每經過一處，空氣中的水分子瞬間凝結成鋒利的冰冷。這就是傳說中凍結了無數神話時代的巨蛇 Z-Mate。這不符合物理常理。尼古拉死死盯着儀表板，數據顯示，怪物周圍形成了一個半徑2公里的絕對零度立場。開火！命令裝甲連隊開火！無線電裡傳來指揮部的狂吼。隨着命令，埋伏在聖瓦西里主教座堂旁的數輛 T-90坦克同時轉動炮塔，火炮的咆哮聲震碎了紅場周邊所有的玻璃。然而，穿甲彈在接觸到那寒冰立場的瞬間，並沒有爆炸。尼古拉眼睜睜地看着那些高速飛行的彈頭在空中被強行凍結，金屬外殼瞬間脆化，最後如同毫無威力的雪球般，在擊中 Z-Mate 鱗片的瞬間碎裂成無數細小的銀色粉塵。停止射擊！尼古拉對着無線電嘶吼，溫度過低，金屬在熱脹冷縮下會產生結構脆化。你們這樣只是在給他提供結晶的養分。但他的警告淹沒在混亂的炮火聲中，在那震耳欲聾的轟鳴裡， Z-Mate 的其中一個舌頭緩緩轉向了坦克連隊。他沒有張開嘴，只是發出了一聲悠長的彷彿冰裂般的嘶鳴。下一秒，紅場周圍的坦克連隊徹底沈默了。那不是被摧毀的聲音，而是一種令人心悸的凝結聲。所有坦克的鋼鐵裝甲在瞬間布滿了如蛛網般的深層裂痕，緊接着整輛裝甲車就在眾目睽睽之下由內而外崩塌成一堆冰冷的鐵屑。莫斯科的防線就這樣在不到10分鐘的時間裡徹底凍結，整個紅場在這一刻徹底化作了地獄。空氣中那重細碎的像是玻璃摩擦般的聲音，正是來自於每一輛坦克外殼崩解的哀鳴。尼古拉站在距離紅場不到2公里的地下指揮所，透過震動的幾乎要裂開的強化玻璃，親眼看着那些價值連城的勒克萊爾與 T-90坦克在 Z-Mate 釋放的絕對零度下化為一片冰冷的殘渣。那並非爆炸，而是分子結構在瞬間被極寒凍結後失去了作為金屬的韌性，硬生生的斷裂。這不可能，就算是液態氮冷却也不會造成這種效果，這根本違背了熱力學定律。身旁的技術官絕望地抱着頭，眼前的雷達熒幕上所有的綠點，那些原本代表俄羅斯鋼鐵雄獅的標記，就這樣一個接一個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熒幕上那如同深淵般的藍色光暈。Z-Mate 並沒有急着推進，他那幾個巨大的舌頭在紅場上緩慢地游走，每一次蜿蜒都帶起一陣如龍捲風般的冰晶漩渦。那些原本試圖衝入廣場救援的步兵連隊，甚至來不及發出一聲哀嚎，
就連同手中的步槍一起，被那凍結的空氣凝固成一座座姿勢扭曲的冰雕。快看那邊！通讯員尖叫道。尼古拉轉頭看去，監控畫面中那個體型最為龐大的蛇頭正緩緩貼近了克里姆林宮的牆面。隨着它的觸碰，那座代表着俄羅斯政權核心的古老建築，其外牆上的磚石開始迅速蒙上一層厚厚的黑霜。接着在那刺耳的金屬摩擦聲中，整面牆體如同被腐蝕的皮膚般剝落、炸開。人類最強大的武器，在這種神話級的災厄面前，脆弱的就像是紙糊的玩具。尼古拉的手心全是冷汗，他已經意識到這不是一場戰爭，而是一場清理，一場神話生物對於現代文明入侵的徹底清算。現代科技對這些巨獸而言，不僅僅是無效，甚至是一種干擾，而這種干擾只會激發他們釋放出更為毀滅性的環境立場。撤離！發布全城緊急撤離命令，所有部隊放棄重裝載具。尼古拉的聲音出奇的冷靜，儘管他的手在微微顫抖，告訴所有人：不要嘗試開槍，不要靠近任何金屬設施，那些東西會引導冰霜的結晶。現在，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像老鼠一樣躲進地鐵隧道深處，那裡的地熱或許能給我們爭取一絲喘息的機會。他轉身衝向指揮室的後門，在經過牆邊時，他停下腳步，看着牆上掛着的一柄裝飾用的哥薩克騎兵刀。那剛才因為窗外傳來的寒氣已經出現了細小的鏽痕，但它依然保持着完整的形體，沒有碎裂。一個念頭就如同野火般在他腦海中燃起，如果熱兵器無法承受這種極寒，那麼古老的鍛造工藝呢？那些在低溫下依然保持着強韌的鋼鐵，是否就是這場神話戰爭的唯一答案？